昨天咱们已经系统而全面的研讨了炒糖菜时所发生的各种变化，以及发生各种变化时可以做出的各种菜品。今天咱们就要进入实战阶段，选出其中的2个典型代表，分别对应熬糖时所发生的2种不同变化。今天的操作主题是做个糖杯用来装挂霜花生。先来做糖杯，在做糖杯之前，我们先来准备一个盘子，在盘子上放一个圆形的瓶子，瓶子底部的直径决定了糖杯底部的大小。我们再来准备油刷一个，在瓶子周围刷上一圈油，刷油的目的是避免做糖杯时边上被粘住。然后移开瓶子，我们可以看到盘子中间有一片圆形的区域是无水无油的，这个区域是用来固定糖杯的。废话不多说，开始操作。向碗中加入水大半勺，白砂糖大半勺，然后稀里糊涂的搅啊搅，拌啊拌，使白糖迅速融化。前期操作没有任何难度。大约搅了1分钟后，把糖液颜色熬至香油色时。昨天的视频已经详解了，此时是拔丝阶段，在拔丝阶段继续小火熬制，大约10至15秒左右。糖液颜色变为琥珀色时，此为琉璃阶段。这个阶段可以做冰糖葫芦。我们也是用这个阶段的糖液来做糖杯的，但是这个阶段的糖液水分较大，作用与物体之间的牵引张力不足以支撑糖杯在拉拽过程中的拉力以及糖杯的重力，所以此时我们要把锅端离火源，用勺子不停搅动，使糖液的水分迅速蒸发，让其浓度变大。但是因为端离火源的缘故，糖液很容易变凉，就沉淀变得不均匀。此时要再次把锅放在火源上，在锅底小火加热，使其一直处于液态糖状态，然后再次关火，继续搅动至发黏状态时，说明此时糖液的浓度已经很大了。如果此时我们在物理实验室中去做研究，采用龟压足式粒米传感器张力测定仪来检测此时糖液的张力系数，我们会发现此时糖液的张力系数极高，拉出个糖杯绰绰有余。此时把糖液倒在盘中，大概这么多就行了，拿个小风扇吹一下，使其迅速冷却。大约1分钟后，糖液处于半固体半液体时，此时手上沾点水避免烫手，托起糖杯的边缘往上拉动即可。糖杯的高矮胖瘦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控制，此时最好还是要用小风扇吹一下，这样可以使糖杯迅速变凉定型。这个是我们拉出的糖杯，看起来已经很漂亮了。只有容器没有食物怎么办呢？我们来做个应景的挂霜花生吧。向锅中加入水少许，白砂糖半勺。昨天的视频已经讲解得很详细了。此时要搅动炒勺，使白糖迅速融化，让其变为熬糖的第1阶段糖水。在糖水阶段继续加热，使糖液的水分持续蒸发，糖液浓度越来越大。当达到饱和点时，即达到溶液溶解度的最大值时，继续蒸发水分，糖液则处于过饱和状态，会有部分白糖以固体形式析出，用勺子翻动时会有沙沙的感觉。此时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可以发现该阶段的糖液气泡是白色的、密集的、细小的。记住，这是挂霜状态的最直观体现。此时倒入炸好的花生，翻拌均匀，然后把其倒入盆中，快速抖散，拿个小风扇再使其迅速变凉即可。然后我们把冷凉的挂霜花生装在糖杯中，美味即成。搞定了！1日3餐记得按时吃饭。我先尝尝味道怎么样。干啥？这我尝尝味道。你干啥？我尝尝。尝，别尝了，咱没多少钱。我给你尝。这不好吃，我给你炸呀。对。你给我炸个稀烂。你不要吃，我给你炸烂吗？炸烂还不跟你说，我这炸烂了。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喜欢的可以点击关注、转发、评论。大家喜欢吃什么菜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你喜欢吃什么我就做什么。